德川家康是日本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而且有廣泛人氣的人物，在許多小說和影視作品中都有描寫。我個人最先接觸到的是山岡莊八老師的小說《德川家康》，後來又看到了各種其他的作品，精彩的電視劇和小說中不同的側面描繪了不同的家康公，包括今年的大河劇《怎麼辦家康》中那個破天荒的傻屌家康的形象，也算是歷代創作者們都找到了他身上不同的閃光點。今天讓我來總結一下這些各種大制作作品中刻畫的不同的家康公的形象。這裡是巫女花散裡研究日本歷史與傳奇的頻道，記得先點讚訂閱哦。司馬遼太郎的經典小說《霸王之家》中，一開始就描繪了家康出世的松平鄉深山。在這個猴子比人還要多的地方，松平族人們光是活着就已經用盡全力，而正是由於受到了骏河的金川家的保護，他們才可以在這裡安全的生活。松平族人們都把向金川家奉獻大米視為是理所當然，這就是大師的起筆。從自然環境的塑造，仿佛就能感受到家康那種城府深厚、富於忍耐的性格。而在寫鄰近的尾張國，也就是信長和秀吉出生的地方時，則是說這裡商業正在蓬勃的發展，人們感受到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從而引出了信長和秀吉兩個人。明明自己才是異類，面對符合時代固有印象的家康時，反而評價說，要說這是個奇妙的男人的話，還真是個奇妙的男人。他們反而認為自己的表演型人格才是正常的，家康這種隱忍才奇怪。而關於家康和信長之間關係的描寫，我最推薦上田秀人的作品《夢幻》。在決定性的統轄間之戰中，家康受到金川義元的命令，率部向大高城運糧，並進入駐紮，這樣就可以交換大高城的守將提殿長照出城助陣。金川義元認為松平家的人根本不值得信任，故而做了此安排。他並不希望在正面的戰場上看到松平軍，然而結果卻是金川義元戰敗身死，織田軍兵臨大高城下，家康面臨着足以決定生死的抉擇：是帶着物資撤退，還是放火之後逃跑，還是直接棄城而逃？這時，信長以獨白的方式對家康在人質時期的明智竹千代說了一番話。選擇棄城而逃的家康也給信長留下了一段話。雖然他們是敵人，也沒有見識過對方的手段，但是他們之間的這段交流就仿佛在面對面的對話。我覺得《怎麼辦家康》的第一集就是參考了這個情節。伊東潤的作品《托嘎過野》中的家康，則是時刻提醒自己是一個弱者。不幸的是，他這種隱忍塑造了他的嫡長子松平信康的軟弱性格。最終，信康被織田信長懷疑與武田家密通，被迫切腹自殺。但這其實是織田信長的陰謀，借由殺死德川家的繼承人，破壞松平家的向心力。不過，信長的陰謀並沒有如願，德川家反而因此變得更加的團結。後來，也正是因為這種團結，家康和他的家臣們才能在本能寺之變後立即孤注一擲地通過伊賀越。家康通過了伊賀越的山口，也越過了自己心中的軟弱，但是後面還有更多的關口在等着他。在對家康感情故事的塑造中，我最推薦的是阿部龙太郎的家康。家康的家中有強毅的妻子祝三殿，有嘮叨個不停的母親於大夫人，以及後來自殺的源應院。有這樣一群性格鮮明的女眷，德川家的日常生活也是像打仗一樣。然而在被邀請到青州城時，家康被當时16歲還未嫁人的阿市的美貌所震撼。這還真不是小說家的亂編，在信長公記中也有記載，家康曾經派人向信長打聽有沒有可能讓他和阿市訂婚。其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紙面作品也還有很多，比如描繪家康在關原之戰中戰死，而後引武者不斷的努力讓自己變成了真正的家康的小說《引武者德川家康》，還有着重描寫家康的領導能力和意志力，講述他在幾乎是失地的江戶築城和建立貨幣系統的小說《家康江戶建立》，這些都是喜歡家康的人值得一讀的作品。畢竟是老烏龜，人生太長了，而且有許多重大轉折，無論從哪個點切入，都能有充滿戲劇性的解讀。加上今年的《怎麼辦家康》，德川家康一共做了3次大河劇的主角，前2次分別是1983年的德川家康和2000年的葵德川三代。1983年的德川家康在當時可以說是平地驚雷，大大顛覆了日本人對德川家康的固有印象。當時扮演德川家康的是龍田榮，他不僅高大，而且身材匀稱，並且專業舞台劇出身的他，經常在劇中的戰場上用中氣十足的聲音大喊道：“都給老子利落點！”和德川家康矮胖的陰險老頭的固有印象完全不一樣。
塑造了充滿霸氣的德川家康這一經典銀幕形象。在大阪夏之陣的情節中，大阪城即將落成之時，家康決定親自勸降電擊茶廠，遭到了聯盟各路諸侯的強烈反對。他大喝道：“這是戰爭的規矩，你們打了一輩子的仗都不懂嗎？”梟雄的形象溢滿屏幕。其實這也是80年代初期當代日本全盛時期的國民性格的投射。而2000年的大河劇《葵德川三代》中，由金川雅彦扮演德川家康。在1987年的大河劇《獨眼龍正宗》中，他就有過扮演德川家康的經驗。在《獨眼龍正宗》中的家康狡詐且自信，在秀吉極盛時期，他就去幫害怕秀吉的伊達政宗提建議，一副我知道伊達政宗的厲害，我也知道秀吉想利用伊達家來牽制德川家，但是無所謂，我終究會出手的這種氣氛。而在《葵德川三代》中，同樣是金川雅彦扮演的德川家康，則是缺乏耐心的性格，甚至還有咬指甲的壞習慣。秀吉死後，家康打算立刻開始行動，但是此時的德川秀忠不僅軟弱，而且做事毛毛躁躁，讓家康很是惱火，甚至換衣服時都要提着褲子罵秀忠幾句。這種有個不成器兒子的父親形象，也算是各種家康作品中的新角度，還是很有趣的。順帶一提，金川出演葵德川三代的時候已經60歲了，是迄今為止年齡最大的大河劇主角。隨着大河剧的偶像化，今後應該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有人去打破這個記錄了。除了這些家康做主角的，大河劇中也有不少家康做配角時的經典塑造，比如1989年的大河劇《春日局》中，丹波哲郎扮演的總裁風格的家康也是令人印象深刻。劇中的德川秀忠想要把繼承權從竹千代，也就是後來的德川家光，轉移到國千代的手中。竹千代的乳母春日局就向家康訴苦，家康得知之後，從郡府趕到了江戶，瞪着德川秀忠和江羽夫婦，堅定地告訴他們必須傳位給竹千代。這一段的劇本台詞相當的長，但是丹波哲郎還是給出了大師級的表現。超級經典的1973年大河劇《國道物語》中，德川家康的扮演者是年僅26歲的四尾聰，他在其中塑造了對信长和秀吉恭順又提防的家康形象。2014年的《軍師官兵衛》中，四尾聰時隔40年再次扮演家康，這次他憑借着豐富的人生閱歷，塑造了狡猾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家康。在劇中，家康每次都會對官兵衛說忠誠，但是在他的肚子裡卻從來只想着背叛。為了塑造這個形象，劇中的鏡頭和四尾的化妝從頭到尾都給人一種在被他挾持的感覺。2016年的大河劇《真田丸》中，由山谷信喜編劇、內野聖陽扮演的家康也找到了精彩的新角度，比如被側室阿茶局打手不讓他咬指甲的情節就非常的經典。在伊賀月中差點被落武者手的家康發出了非常丟人的聲音，而在關原之戰和大阪之陣中，他又展現出了無情的一面，成功塑造出了有複雜人性又符合邏輯的家康。今年2023年的大河劇《怎麼辦家康》，如名字也是用家康公做主角的大制作電視劇，做到了讓一個40歲的男人靠着拉皮和加 CG 拉成了20歲，然後去扮演一個10幾歲的男孩，天真無邪非常的惡心，成功塑造了以前從未有人嘗試過的傻屌家康的形象，突破重大，令人印象深刻。在宣傳了半年的號稱能夠壓其他電視台3倍預算才制作出來的大制作統轄間之戰，也就是第1集中，成功做到了比公認的失敗大河劇《麒麟降臨》的22集同一情節表現還要差，簡直是不容易。不知道怎麼辦家康還會有什麼新的突破在等着我們，但現在看來，顯然這是一部強調德川家康成長的劇，而且突破性的讓一個演員扮演不同年齡段的家康，想必他在不同的集數一定是想給我們帶來完全不同的觀看滋味，就像品鑑九轉大腸一樣。當然，這樣的評價並不是說我就對《怎麼辦家康》這部劇不再抱有希望了。大家都知道我喜歡江公主們的戰國，但是這部劇在它播出的時候已經幾乎被定性成了大河劇中的糞作。一個差的開頭並不是說它就不能扭轉，那就讓我們共同期待由吉澤良太和松本潤共同為我們制作的這一份滋味豐富的九轉大腸和其他的大廚到底有什麼不同吧。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呀！這裡是巫女花散裡，我們下期再見。